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在国服那边呢，已经出现了万国锦标赛的先锋体验版。那在我录制影片的途中呢，是还没有看到国际服推出的。这个万国锦标赛的先锋体验时间呢，是在7月22日到8月2日，它的时间很短而已，就1个星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万国锦标赛的一些规则、奖励、地图介绍之类等等的一些介绍。那这边规则呢，在之前的官方公告里面大致上都有说过了，就是你的城市必须要25等级，入选的规则就是你的全部伺服器里面总战力排行前64的一些联盟才有资格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每一次比赛会有8个荣耀联盟参与，然后每轮比赛排行前10的荣耀联盟才可以晋级到下一轮。接下来说一下荣耀联盟成员上限，因为在之前的官方公告里面虽然有说到规则，但是数目方面呢是没有说的特别详细的。这里就有说到一开始你的联盟里面是有45名成员的，因为我一开始还想着是不是整个联盟的成员都可以参加，就是有100多位啊，没有想到这么少人而已。因为这个地图参加的只有8个荣耀联盟，也就是说乘以45的话，也就只有360个玩家而已。当然那个45名啊不是最终的数目，你们可以选择另外5名成员成为你们的替补成员，然后每轮比赛就会增加5名主力成员上限，就是说会加在这个45里面变成50、55、60这样子。最后一轮比赛会增加额外5名替补成员。至于谁会获胜呢，就会根据最后一轮比赛排名决定万国觉醒最强荣誉联盟奖励。万国锦标赛每轮开启战场的时间只是4个小时而已，然后每一周进行1次比赛。每轮比赛结束之后就会进入2天的准备期，每轮比赛中被淘汰的荣耀联盟成员们在下一轮比赛开启之前，你们可以加入一个已经晋级的荣耀联盟。因为我们在上面的规则就已经有说到了，你一开始的主力成员只有5名，然后后备有5位，那每轮比赛会增加5名主力成员上限。这个上限是说你可以带多少人，并不是要求你一定要增加5个玩家啦，因为有些玩家会想着说我要去那里再另外找5位玩家来加入我的联盟，所以这边有给你们一个选择了，你们可以从淘汰的荣耀联盟里面抽取他们的玩家加入你的联盟，又或者是你就一直保持45位也是可以的。当然万国觉醒的定律我们也知道啊，当然人多会比较好一点啊，如果你一直保持45名的话，可能其他人的队伍已经有50、60位玩家，你是打不过的，人多力量大嘛。但是如果你是已经晋级的荣耀联盟成员，是没有办法退出的。那除了上面的规则之外，还有包括移民的部分。在这个活动开启的时候，如果那些玩家你们移民到非征服赛季的王国，可能 K2、K3， 你就会自动失去万国锦标赛的参赛资格，会被移出所在的荣耀联盟。所以你们已经参加的就不要到处移民了，你们可以移民去征服赛季，但是不是在征服赛季的话就不算了，所以这个你们要特别注意。接下来说积分计算规则，那里面总共有5个王之圣地我觉得看地图会比较容易明白啦。那一开始我们是有出生点的，就在这个位置，你旁边肯定是敌人，又或者是你跟谁合作我不知道啦。那接下来这里会有4个圣地在圣城旁边，这个叫王之圣城，就是在中间而已。它的地图介绍就这么简单明了，因为它只有出生地跟皇庭而已，所以它不会有太多的介绍。但是这边有一点要特别注意了，当王之圣地处于交战状态时，是不会获得持续分数的。圣地就是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这个联盟跟这个联盟会互相争夺，就是在角落的部分。因为如果你说从这个联盟跟这个联盟争夺的话，其实距离有一点远，而且他们中间没有圣地啊。如果说比较靠近的话，其实这样子争夺会比较合理一点。所以为什么在规则里面会有说到只有4个联盟可以晋级？那我觉得比较大可能就是这边2边争夺，就看谁的分数比较高，又或者是谁能抢到这个圣地之后，他自然而然就有分数。抢到这个圣地，我觉得要占领之后才可以拿到分数。至于这个圣城开放的时间呢，我觉得应该是在比赛开始后的2个小时或者是3个小时才会开放，应该不会这么早开放。如果很早就开放的话，我觉得有一些联盟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会去抢圣城，就变成说他们后面可能没有去理会
但是当然这样子是不可以啦，如果你后面不理会的话，你可能旗帜被烧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拿到分数了。战场规则，荣耀联盟旗帜修建速度会提升350%，并且人数是不会影响的，不管你放多少个人进去旗帜里面，它建造速度还是这样子的。然后荣耀联盟旗帜耐久度最大值固定为1000点，正常我们在 KVK 里面的旗帜呢是3700点的，所以它这个是缩短很多。毕竟你们也知道，这个活动你能够打的时间就只有4个小时，如果3700点还可以烧完一个旗帜的话，这样我们要烧很久。那既然建造的速度那些全部都提升了嘛，就变成持续燃烧的速度也会缩短，变成450秒，让灭火的冷却时间呢变成3分钟。战斗规则在之前的公告里面有提到的，所有重伤单位在回到主城之后就会立即被治疗，且重伤单位治疗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资源和加速。但是有一些详细的比例在之前的公告里面是没有提到，就比方说这个在野外战斗的时候，重伤单位会按照40%的比例直接转化为阵亡。40%很多不过重伤的话你不一定会有这么多啦，所以这边还可以接受，而且他阵亡之后返回的部队其实还蛮多的，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但是如果你们是攻击建筑，比方说王之圣域或者是王之圣城的时候，双方重伤单位100%会直接阵亡，所以对于这个地图来说，你们的部队数量其实还蛮重要的，你的战力越高就会有越多兵力，你就可以打到最后。所以像我们一般这种2000多万战力4000多万战力的玩家呢，是不值得参与这一个活动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部队可以去阵亡。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旗帜，也是你们交战的时候双方的重伤单位都会100%直接阵亡。那这个巴巴俄罗斯父子听到之后狂喜啊这一次冠军还不是我的啊，尤其是巴巴应该会特别开心，巴巴终于有机会可以获得冠军了。那返还的部分呢，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荣耀英灵殿中的阵亡部队会按照一定的数量返还给玩家，所以玩家都会拥有基础阵亡部队返还数量。当然如果你们想要额外的数量返还的话，你们可以购买荣耀通行证中的荣耀伙伴，提升阵亡部队的返还数量。那这里阵亡部队的返还数量基础版本的就只有500万，也就是说最多你就只能降低5000万战力。假设说你阵亡很多，有超过5000万的话，你们就可以去购买这个荣耀伙伴，可以让你们再额外返还500万的部队，也就是另外5000万你可以阵亡1亿。但是我觉得这个荣耀伙伴呢，应该就只能买一次而已，就是它只会返还500万的部队。但如果你们想要返还更多的话，可以使用道具英灵归来券。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官方最赚钱的部分吧，因为你买一张呢，就可以返还1250位的部队，就是说你要买很多很大量的才可以返还更多。但是这个券呢要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个活动是大佬玩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在说完所有的规则简介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东西。地图应该不需要介绍了吧，这个地图就这么一点大，而且就只有2个区域，拥有的建筑物也就这么少，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说明。奖励的部分呢，就包括神秘限定城市主题，这个是在之前官方完全没有透露过的。我觉得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拿到这个城市皮肤有什么争议啊，也没有说到。那如果你是前3强的荣耀联盟呢，就会获得这个独特拥有的称号，并不是说只有冠军才有，当然冠军的称号会不太一样啦，跟其他3强。那如果你是前16强的联盟的话，就会获得这个行军特效，就很像那个霍去病的技能，你打了之后会部队燃烧起来。前32强就会获得这个千层特效，那这个千层特效千层特效之类的，其实我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讲过，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长这个样子的。那行军特效真的很像霍去病的技能打了之后就会燃烧你的部队，但那个特效是真的很帅哦。这个在 VIP 商店里面买不到的，你只有参加这个万国锦标赛之后才会获得这些东西，还有包括这个名牌也是头衔。至于头像框的话，只要你有参加这一次的比赛都会获得头像框，当然是要拥有比赛资格才可以啦。最终
比赛荣耀联盟的奖励发放如下，那你们可以看到冠军会拿到什么东西。冠军的话就拿到这个城市主题吧，然后它的头衔会不太一样的话就变成荣耀巅峰。那如果第2名的话就是正式尊威，第3名的话就是绝代锋芒，所以他们这3个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名称啦。那剩下的东西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冠军拿到的东西会稍微多一点点，数量也会比较多。那其他的名次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最惨应该是33到64名吧，他们那边拿到的东西好少啊，就包括名牌啊、头像框啊、镜头这些也是特别少的。我觉得比较好的位置应该是第9名到第16名吧，至少你可以拿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个头衔算了吧，要就拿，不要就算了吧。那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有限定时间啊，60天，只能2个月而已。除了头像框跟名牌，还有包括冠军的城市主题是没有限定时间之外，其他的一些特效啊都是有限定时间的，蛮可惜的，不是永久的。但也合理啦，如果是永久的话，就没有人会去参加这个比赛了。当然，我觉得这个城市主题也是要够吸引人了，如果不够吸引人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玩家想要去参加了。那晋级的奖励呢，每一轮战斗结果就会有拿到这些奖励啊，就有点像埃及之战这样子。当然，晋级拿到的奖励会比较多，没有晋级的话，奖励就会比较少一点。战场详细规则这边的条件呢，其实跟我们埃及之战差不多，就是你的城市没有重伤单位，所有的统帅都在城市里面，不处于狂热状态。然后你那些联盟盟主啊，或者是官员的位置呢，要自己手动设置，不能说我原本在联盟里面就是官员了，我就不用去设置，还是需要设置的。那一开始比赛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主力玩家都会先进场，替补玩家是不能进场的。等主力玩家有人没有在的时候，他过了一段时间才会让那些替补的成员进入战场。也是一样，只能虔诚在自己的领土上面。如果联盟旗帜失效的时候，城市就会回到安全区。那国王技能在万国锦标赛里面是无效的，你们开不了的。那其次的一些规则在前面就已经有想过了，部队容量提升 50%， 集结部队容量提升 50%， 医院的容量会提升 100%， 部队造成的所有伤害会提升 50%， 部队攻击力会提升 40%， 野战部队对集结部队造成的伤害提升 20%， 部队行军速度提升 50%， 相当于你们参加这个比赛就是玩2倍数的万国觉醒。比赛章程这边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讲万一在比赛进行中的时候发生什么意外啊，伺服器断掉啊，或者是公平性的问题啊，这个官方要怎样处理，这个内容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啦，因为比较长一点啦。这个是真的发生意外之后才会需要去看的部分了，所以暂时这边我们就不讲。最后关于荣耀联盟的一些介绍，那这边可以自己创建自己的荣耀联盟，玩家不需要退出自己原本拥有的联盟才加入荣耀联盟，可以直接加入。每轮比赛被淘汰的荣耀联盟在退出了荣耀联盟之后，可以加入晋级的荣耀联盟，这个在前面就有说过了。但是晋级的荣耀联盟成员是没有办法退出的。但是这个荣耀联盟其实是有外交的，在战场内你可以最多与4个荣耀联盟标记为盟友关系啊，就很像我们 KVK 这样子。战场内结盟与取消同盟关系等待时间减少至5分钟了。但说实话，有的外交这个其实还算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你们自己想一下，假设这边有8个荣耀联盟，你不结盟的情况下，你要如何获得圣城呢？你这就是乱打嘛，就是你完全没有合作关系，不然就是私下要合作，这样子很不 OK， 而且有可能会以多打少的情况，可能有7个联盟打1个联盟的情况发生，所以这边官方也算是挺公平的吧，他最多就给你选择4个，就是说另外敌对关系呢，可能也就只能选择4个，可能这样子合作，可能这样子合作，可能这样子合作，这样子合作也说不定呢。那同样的规则里面只是说到你最多可以跟4个荣耀联盟结盟，但不代表说这个地图你一定要跟4个结盟，也就是说可能有2个人不想要跟你合作，所以可能会发生2打2打4的情况也说不定。那所以又或者是会有 free for all 的情况发生了，不过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4打4啦，应该不会 free for all 这么夸张的。
荣耀联盟中没有头衔，所有带头衔的权限将会自动由联盟官员持有，就你们不需要再额外分了。每届比赛结束后，所有的荣耀联盟都会自动解散。荣耀联盟中没有帮助，没有援助，联盟商店、联盟技能的功能全部都没有。荣耀联盟中修建旗帜无需消耗任何的联盟资源，但修建上限为200。那大致上是这么多了，万国锦标赛的一些规则啊，详细的介绍。那先锋体验的话，就会有改了一些规则啦。万国锦标赛先锋体验赛制、奖励、英灵殿都会有一些调整。也因为这个是先锋体验版的关系啊，官方不会测试太长的时间了。从原本64支荣耀联盟，现在变成8组联盟都会进入在同一个战场里面，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为什么这一次的比赛时间比较短。奖励的部分只会发放先锋体验版的奖励，那些正常的奖励，锦标赛里面中的那些奖励都是不会发放的。还有这一次的先锋体验版，玩家是没有办法购买英灵归来券或者是解锁荣耀伙伴的。但是这一次的英灵殿中，免费恢复的部队数量为直接帮你修复1，就是讲你可以死1战力的部队都没有关系。也合理啦，因为玩家在帮官方做白老鼠嘛，所以他返还部队要返还多一点也算是合理啊。但是我觉得先锋奖励应该要给多一点呢，不然吸引不到玩家来参加这一次的先锋体验版。但是这边也没有说先锋体验版可以拿到什么奖励啊，这个有点可惜。那万国锦标赛大致上是这么多啦，介绍到这里啊。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万国锦标赛的介绍之后有什么想法呢？你们想不想去看一下这个万国锦标赛是如何进行的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